大家晚上好，我是琉璃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《为了爱，做一个哑巴》。曾经有一个哑巴小男孩，他的邻居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。如果要形容她的美丽和温柔，那么或许就是隐藏了双翼的天使吧。男孩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女孩，但是他也明白自己只是个哑巴。对他来说，女孩就像是画像上的维纳斯，可望而不可求。女孩和男孩的家境都不富裕，他们都很认真地学习，希望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。男孩比女孩大一届。那一年，男孩考上了大学，去了外地。走之前，女孩说：“等我，我会去找你的。”男孩点点头，踏上了离乡的火车。第二年，女孩拿到了录取通知书。她站在大学的门口，女孩的美丽引起了无数男生的驻足和女生的羡慕。她在找人，她找遍了每一个系，却找不到男孩。老师说，去年男孩没有来报到。女孩哭了，哭得那么伤心，落在地上的眼泪和1年来的期盼一起跌得粉碎。女孩还是坚强了起来，她相信男孩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悄悄地努力着，所以她也不会放弃。女孩交不起全部的学费，虽然学校已经减去了一部分，但是学费对女孩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问题。其中的一天，女孩收到了一封家信，信中父母告诉她，有一个亲戚愿意资助她读完大学。女孩开心地笑了。放假了，女孩回到家里，有男孩的消息吗？女孩问男孩的父母。没有，我们也很担心。男孩的父母嘴里说着，表情却异常的平静。我可以去拜访并谢谢那位亲戚吗？女孩问父母。他们说不用的，而且他住得很远，是位远房亲戚。女孩的父母虽然这样说，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表情显得很紧张。终于，聪明的女孩明白了，男孩没有消失，但他没有说破。他把这份欣喜埋在了心底。他想，一定要认真学习，到大学毕业，他就要去找他。4年的时间转瞬即逝，女孩拿到了毕业证书，还有一份国际知名企业的聘用合同。她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家乡。男孩的父母终于对女孩坚决的态度屈服。他们说出了男孩所在的工厂，具有腐蚀性的酸气，灼热的蒸汽，3米外看不见东西的车间。女孩就这样站在车间的门口，她看着男孩不再挺直的身影。女孩的泪又流下来了。男孩被呜呜的哭声吸引了，看了这边一眼，刹那间像触电一样，男孩消失在滚烫的蒸汽雾中，女孩也冲了进去。但是这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，每一个人影都打破了女孩的希望。终于，在最里面的一个车间，
女孩找到了那熟悉却又陌生的身影。我要嫁给你，女孩说。虽然她被呛得直流眼泪，依然面如桃花地笑着。这是她练习了4年的话。然后她看着男孩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男孩看着她，突然又跑了。他再次消失在蒸汽里，也再次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。伤心的女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3天，然后她又背上了行囊。毕竟所爱的人虽然不见了，但生活还要继续。女孩从她父母的口中知道男孩也来到了这个城市，她又笑了，因为她知道男孩在默默地守护着她。有好几次她似乎看见了那个男孩的身影，但当她追出去的时候，那个身影却早就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女孩住进了医院，男孩突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，脖子上缠着厚厚的绷带。怎么了？女孩焦急地问。她工作的时候不小心被钢丝绞到了脖子，没死已经是万幸了，她的工友说。男孩也焦急地看着她，急于知道她来医院的原因。女孩慢慢地说，我的声带上长了一个肿瘤，如果动手术的话，或许我会失去声音。女孩这样说着，但是她的眼神里却流露出一份喜悦。从那天起，男孩又回到了女孩的身边，无微不至地照顾她。直到手术前，女孩看着男孩说，或许这是我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我要嫁给你，我不是可怜你，是因为我爱你。这最后的3个字，他并没有发出声音，只是用唇形默默地念着。男孩哭了，然后看着他被推进了手术室。灯灭了，主刀医生走出来，对男孩说，手术成功了。但是他再也不能说话了。然后男孩看到了女孩幸福的眼神，因为现在他和她一样了。女孩费力地打着刚学会的唯一一句手语，我爱你。男孩也颤抖着做了一样的手势。他们结婚了，平凡简朴的婚礼。婚后一切是那么的平静与美满。他们的世界没有声音，但是却同样有着欢声笑语。然而老天爷又一次捉弄了这对苦命的鸳鸯，幸福的生活只维持了4年。男孩得了癌症，是恶性晚期。女孩这次没有哭，她知道男孩希望她坚强地活下去。男孩安详地合上了双眼，嘴角的微笑表示他去得并不痛苦。女孩终于忍不住了，她握着男孩渐渐冰冷的手，哭声由呜咽变成了响彻医院的悲声。女孩的朋友们安慰着她，
他轻轻地抚摸着男孩的相片，终于他喃喃地说，为什么好不容易走在了一起，为什么你却独自先走了？你忍心留我一个人在这世界上吗？难道只因为我欺骗了你，你就要舍我而去吗？几十年后的一个清晨，风烛残年的他站在男孩的墓前，放上他最爱的百合花。忽然他发现墓碑上放着一封信，他颤抖着打开信封，是他的一位老工友写的。这么多年了，或许不用再瞒着你了。那次你在医院看见他脖子上的绷带，其实不是什么工伤。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利用人造声带为他做了声带再造手术，他很早就可以说话了。但是因为知道你马上就要失去语言的能力了，他就把这份喜悦藏到了心里。为了你，他愿意继续做那个哑巴。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